大家好，我是50家。今天我们来讨论墙上钉钉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问题：钉子应该多长合适呢？钉子太短不管用，钉子太长呢，可能造成大的麻烦。上周我一个朋友突然发现家里墙边渗水，墙的裙边变花了，地毯也湿湿的，很是烦恼。经过好几年的折腾，最后不得不在石膏板上开个洞。最后发现原来是不久前钉的钉子刺进了水管里面，造成了水渗漏。类似的情况呢是钉子刺穿煤气管漏气，刺进电导线漏电。墙上钉钉本来呢是小事一桩，万一带来问题确实很伤人。像我手上这几个钉子长短也不一样，究竟应该选用哪一个呢？首先我们来看看墙背后都有些什么样的东西呢？一般墙纸、墙毯或者瓷砖都贴在干墙上，也就是石膏板上。石膏板钉在后面的垂直木条上，这个木条英文为 stud。 这张图上正在贴不一样的石膏板。这张图给出了木条上更多的细节，主要有开孔或开槽，目的呢是用于铺设管道或电线，所以水管或电线一般是水平穿在 stud 上面的。这样钉子太长，穿透了 stud 以后呢，很可能刺进水管或者电线里面。现在我们来仔细看看木条上的开孔的尺寸。在这张水平剖面图上，开孔一般在木条的中间位置，图上蓝色的部分表示水管或者导线。一个关键的尺寸是从开口边缘到木条的边缘的距离。用在墙上的垂直木条 stud 主要有两种，分别是70毫米或90毫米厚。按照建筑规范标准，左图70毫米的 stud 上注明开口的口径不大于19毫米，也就是3/4英寸。右图上90毫米 stud 注明开孔孔径不大于25毫米。现在我们可以计算这个关键的尺寸了。对70毫米 stud 孔径19毫米，这个距离等于70减19除2等于 25.5毫米，也就是1英寸左右。90毫米 stud 孔径25毫米，这个距离等于90减25除2等于 32.5毫米，大约1/4英寸。在 stud 上要打更大的孔也是可能的，但在侧面上必须安装 1.5毫米左右的钢板做护板。如果我们钉钉钉到这个护板上是钉不进去的，所以我们在计算距离的时候可以不考虑。还有在 stud 上开槽，对这个关键尺寸的影响和开孔是差不多的，所以我们就得到了这个关键尺寸的最大值。90毫米 stud 小于 32.5毫米，也就是1/4英寸。70毫米 stud 小于 25.5毫米，也就是1英寸。现在我们估算钉子的最大长度。从墙里面到墙外面， stud 里面的厚度 L3， 干墙石膏板 LL， 一般是10毫米或者13毫米。干墙外有挂件的厚度 L1。 如果干墙上有瓷砖，比如在浴室或者厨房里面，还必须在 L2 中计入瓷砖的厚度。这样钉子的最大长度等于 L1 加 L2 加 L3。 举一个例子，我厨房的内墙表面瓷砖10毫米厚，石膏板10毫米厚，这样 L2 等于10加10等于20毫米。石膏板后面的 stud 90毫米， L3 等于 32.5毫米。我要装一个挂件，挂件的底部厚度为5毫米， L1 等于5毫米，这样最大的长度等于 L1 加 L2 加 L3 等于5加20加 32.5等于 57.5毫米。所以我可以选用钉子必须小于 57.5毫米长。还有一个问题，钉子的最短长度是多少呢？如果这个钉子长度等于 L1 加 L2 等于5加20等于25毫米，那么钉子只在石膏板里面，不能成立，很快也就松了，退出来了。那么一般钉子钉入木条多少深度安全呢？这当然与承重有关，一般要求进入木条的深度为20毫米，也就是3/4英寸，但最短也不能小于10毫米，也就是3/8英寸。主要原因是时间长了，石膏板会空化变薄，钉子会逐渐的外移。我把钉入木条的深度 LP 的合理的范围
总结在这个图表的最下方，供大家参考。针对上面这个例子，钉子的最短长度等于 L1 加 L2 加10等于5加20加10等于35毫米，但这样是有一定风险的。安全的长度必须大于等于 L1 加 L2 加20等于5加20加20等于45毫米，这样我们可以在45与57.5毫米之间选择钉子的长度，比如47毫米或者50毫米长。如果几乎没有什么大的负载，我们也可以选择较短的钉子，比如40毫米长。还要强调2点，我们钉钉子穿过石膏板以后，如果钉不进去了，表明碰到了 stud 上的金属护板或者钉子，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强行的钉住，必须换个位置钉。还有一点，如果不在 stud 上钉钉，用 tongue 或 ankle 直接在石膏板上钉钉，这时钉子的长度也必须小于上面所说的最大值吗？答案是肯定的，因为没有垂直的木条 stud 的地方，也可能有水管或者电线穿过。好，谢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次见。